在行政院仍然继续在召开记者会，刚刚听到了谈判代表郑丽君副院长，他公开出来讲的谈话内容都是说，现在仍然是谈判最关键的时刻，还在继续努力，会朝着像日本啊、欧盟这种免叠加关税的方式来努力谈判，还要继续谈。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战略啊，这个战略是台美的最佳，尤其是 AI 的合作模式。但这个战略有办法等于美国可以通过我们修正最后的关税的战略吗？我们真的不知道。但其实关税已经实施了20+N，不管是从底的10、15加20上来，可能是30，接下来就已经正在被苛征啊。那刚刚他说还会继续再找相关的部门想出其他应对的方法，不知道还要等多久。但今天当然也有一个消息很特别，是川普突然自己在深夜的时候发了一个文在 Truth 上面哈，他说感谢习近平，到时候呢特别点名哦，这个美国的部分特别感谢习近平将会采购4倍数量的大豆哦。但是这样的说法，分析师就评论啊，中国大陆直接要采购美国的这样大的数量，它是不太可能，我不知道。但川普就突然半夜这样发文了。那川习会前提是北京要促美解禁 HBM 这个叫高频宽的记忆体，因为呢，先前在辉达进口NH20到中大陆市场的时候，这个是他说服川普给的决定，但看来大陆方面不见得想要买单，美方要的是这个2022禁止中国购买相关 AI 晶片啊，但现在呢，2024的时候被禁止的这个 HBM， 现在的中国 AI 晶片被受阻的反而是这一块啊。那如果你要我核心的稀土，那我也要我们核心的 HBM 啊。北京希望这一块能够开放，在 H20之外加这个才有意义，否则 H20对他们来讲环境又污染，效用也不大。那所以呢，传出来大陆要松绑了才是最狠 AI 封锁，又等同帮助华为取代辉达吗？美方专家说，如果真的川普愿意放宽 HBM 出口的话，就形同助力华为取代的这个产业上的辉达的系统，那对中国 AI 产业是一份大礼。接下来就看川普会怎么做，大豆换 HM 吗？我不知道 HBM 吗？不知道啦。但玉渊谈天央视的这个视频里面特别讲，美国给晶片安后门。H20不环保也不先进更不安全，这也就是现在这个大陆方面对 H20有疑虑的原因。而辉达发言人说，网络安全对我们至关重要，辉达的晶片没有后门，也不会让任何人透过远端的方式去储存或控制。那当然新一轮的关税已经早就开打，虽然我们的代表说还在谈，但专家们都说美国对他们来讲反而是要趁早买汽车、服装所有的产品。耶鲁大学预算实验室数据显示，目前美国整体的平均关税税额高达17%，是1935年来大萧条最高水平。告诉大家说，反正现在就是你想买的愿望清单，赶快买一买，不然未来所有东西都会涨价，你可能会买不起。而经济学家克鲁曼他公开的讲，美国的经济已经闪黄红灯。停滞性通膨真的来了，这是川普带给美国社会经济最大的冲击。德国官员说，美国的关税政策干扰了全球产业链的稳定，大家根本连供应链要不要叫货，然后要不要订单下单，大家都不知道，因为关税可能当天才知道。那现在已经确定了台湾的产业呢，我们政府说不确定，但德国说美国的这个做法呢，会阻碍整个全球，更设置关税，阻碍所有的技术进步。美国会大胜吗？川普一直觉得我这个关税战是让美国发大财，看起来细节却恐怕会得不偿失。在很多的分析都认为尤其是中国大陆掌握在关键稀土供应的这个重点项目，一度限制了出口的话，反而让美国现在为了要放宽这一项，让谈判更不对等。既然有对方有的你没有办法，很关键被掐了喉咙，接下来谈判内容难道真的是大豆换一换就可以吗？川习会是不是要见面了？习近平在内部有一些整顿的这个消息传出来，《华尔街日报》报道，有一位中共的中联部部长刘建超突然消失了，是遭到调查吗？他在7月底一个访外的行程结束，回到北京之后就没有再公开露面。现在传出来，他可能有10天左右的时间已经被
解职以来，涉及外交官最高层级的调查，也是继秦刚以来在外交系统上出现的可能有问题被调查的内容。那根据法新社、路透社都向中国外交部去查询传闻，没有得到回复，而微博这项消息也被封锁哦。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官刘建超是谁？他过去曾经是这个外交部长热门人选啊，自身很爱打高尔夫啊，儿子还在美国金融界工作啊。那出任中联部长是2022年的事情，随后还被拔擢中共的中央委员会。但这种出访里头，因为跟西方的互动很多，有一度都被华府认为基本上是已经被告知，这种讯号就是他即将成为下一任的外交部长。没有想到现在却出现，是不是被调查当中不见了呢？那当然。这样比较之下，看起来王毅还是唯一能够最代表外交系统的人员，也是鹰派的代表。例如他过去喊中美没有在谈判，妥协只会让霸凌得寸进尺等等的，会奉陪到底啊。那以现在的氛围来讲，美中正在进行有可能的接下来更多的和谈嘛。亮哥，这个 H20啊，就是那个 NVIDIA。大陆认为那个不是什么高阶的晶片啊，这个大概是英伟达产品里面的第4级啊。那中国大陆本来想买的是 H100 的算力是 H20的12倍，你就知道差多远了。然后现在又被人家查出来说 H20可以做远端定位，那也可以做远端关闭啊。这个更严重，所以中国大陆那个国家网信办要约谈那个回答的相关人员，就是这样啊。那而且有个别的大陆官员已经跟那个业者说不要买，尽量不要买。所以黄仁勋啊，这个算盘可能不尽如意啦啊，因为 GPU 就广义的。它也是演算晶片嘛，可是因为美国死盯着 GPU 嘛，它是人工智能晶片嘛，所以美国政府也在要求它要加上定位装置，那这个中国大陆就是不能接受啊。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中国大陆就是宁可慢慢等华为的晶片能够量产啊，就这样啊。那因为华为如果是就 H20来讲，它也快要做出来了啦。那现在只是产量不够啊，就是这样啊。那至于 HBM 啊 ，HBM 就是高速的频宽，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记忆体，就是它是一个记忆体啦，它没有像演算晶片这么复杂啊。那中国大陆这个可能落后美国大概有3年左右，那可是它需要大量的频宽嘛。像美国比较新的 HBM3，那就可以立刻供应这个1.2 TB 的频宽，都相当大啊。就是这个，所以中国大陆现在也相对在提要求了，因为现在美国有很多东西真的卡在大陆的手里了。这个我们讲稀土那个永磁材料只是其中一个啊。那目前军工是全部都被禁止。所以美国要不要跟中国大陆好好谈一谈啊？我认为中国大陆是倾向不给了，而且中国大陆还在发掘它其他供应链上，比如说它占比在50-60以上的产品，那本身也会变成筹码啊。所以中美这2个国家其实会越来越复杂了。就贸易的部分啊，就耗着慢慢谈了啊。因为我现在就发现只有2个国家，这个美国愿意给更多的弹性啊，一个就是墨西哥，一个就是中国。因为中国的工业产能，还有墨西哥在汽车跟汽车零组件的产能实在太大了，美国撑不住了，所以就暂缓，再延3个月，可是科技战的部分就非常尖锐。好，大使，我们现在看到在美中接下来很可能马上就有机会要真的2位领导人见面，但川普总是在半夜常常发文，突然冒出一个感谢习近平的发文，也让他觉得是有什么弦外之音吗？对，我想应该是双方各有妥协啦，就是说我多买一点这个，你就多开放一点这个啊。
基本上这个川普最喜欢就是各国买他的东西。那他现在目前对中国大陆的政策的核心就是要开放中国，打开中国的大门。所以前2个礼拜，美国的很多重要企业的 CEO 都在大陆嘛。那其实应该是川普派的这些所谓的探路的这些各界的领袖，基本就是看市场机会在哪里。那中国大陆能够买这个美国的产品的话，对美国来讲的话，对川普来讲的话，对于他这些中西部的这些 MAGA 的选民也是很好的一个交代啊。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不会空穴来风，可是他不会讲说你是用什么交换来的，这一定都是相互交换的。所以美国事实上的话跟中国大陆在经贸谈判现在是什么？大家是在用交换的方式在进行，你开放这个给我，我就开放这个给你。而且中国大陆手上有很多是美国要稀土之外，还有中国大陆这些对美国农产品，还有很多不牵涉到国安的这些产品的这样大量的采购能力。所以我觉得川普不3不5时就放出一些这些消息出来那一面表示说他跟中国大陆交往对美国还是有利的。那不过回过头来，就中国大陆现在对美国来讲也是等于说是主动出击，我希望你开放这个，我希望你做这个也是都是怎么讲呢？也有一个采购单，那采购单也要美国做让步的。那事实上这个提点那个就是说这个宽频的这个记忆晶片 HBM， 事实上有一个消息说明天，因为中国大陆也现在有一个重要的有关 AI 的金融应用上面的研讨会听说华为明天在上面要公布一个所谓的技术突破。这个技术突破也就是用演算法的方式，那么在整个建构 AI 大模型的部分时候呢，对于 HBM 这样子的晶片，就是说所谓的储存晶片那么的依赖度会降低。也就是说把 HBM在AI 做大运算模型大运算的过程中，它扮演的角色把它降低。这是中国大陆就跟这个 DeepSeek 走的是一样的路。当然就要看明天它这个技术突破是什么。它用软体解决硬体问题。软体解决定律。对，这个，不过这个问题中国大陆是一箭双雕，因为它叫 HBM， 美国放宽的时候最高兴的是韩国，因为 HBM 出产最多的是海力士跟三星，美国只有美光在生产，可是呢数量很少，所以呢也让韩国也很高兴。的确，这是美中在这种的各种的条件底下。想起我们台积电就觉得心酸，好像都没得谈。美中就是可以互相争取一些谈判空间，这样吗？赖老师，台积电我们现在最怕的就是说，它数量更多的跑到美国去，然后再把最先进制程的都移到美国，然后再转给英特尔的话，那台湾就真的没了我觉得川普会突然间半夜睡不着，然后会发一个推文，然后希望中国大陆帮忙买它4倍就是现有的4倍。左右的大豆，是因为大陆已经把美国这边都不买了嘛，然后事实上是从阿根廷那边买，也从巴西那边买。7月份的时候大陆跟美国的贸易额又减少了例如说它的出口减少了22%左右，这很大所以等于是一直在下降。可是中国大陆的进出口在7月份的时候却双成长就是整体的进口成长，出口也成长，可是美国却呈现负成长。这是代表大陆已经成功的把它的市场往其他的国家来扩展，然后也把其他国家的产品往中国大陆来销。那中国跟美国的贸易额就一直在萎缩。这个对美国的农民来说的话，坦白说，只有一个中国大陆收入高，然后人口又多，因为印度的人口多，但是收入太低了。中国大陆的人口多，收入高，所以它的这个蛋白质肉类的需求量很大，那因此大豆的功能就很多了嘛。除了我们人要吃的豆腐啦、豆浆、豆类的制品以外，动物的饲料很大部分也是从大豆来的。那你想，对于美国来说的话，我觉得他们告急了，因为生产过剩，如果要不就是毁掉，因为它不可能送给非洲国家，这样会破坏整个行情，所以要不就毁掉。那农民就血本无归，所以我觉得川普急了。那刚刚讲对那你要拿什么东西来交换？那这个时候就传出来，
就是 HBM 嘛，这个东西。可是我个人是觉得是这样子了，因为包括黄仁勋的 H20，首先是网信办约谈，那这个是法律责任哦。网信办是政府机构，找你来谈，说你们的参议员说一定要有后门，而且参议员是物理学博士，他是专家，他也在半导体做过，那你要告诉我书面的证据资料，说你没有，这是法律责任。如果一旦有，这个是会刑事法的哦。第二个，预言谈天就是央视已经说不安全、不环保、不先进，那这个就是告诉大陆的这些业者，过去你没得选择的时候，我们就认了。但是你现在有升腾 910D、910C、920了，你有得选择。你如果再选择 H20， 而 H20 网信办已经约谈了，怀疑他有后门。如果一旦有后门，所有的法律责任你业者要负担。你想想看，如果你大陆的业者，他要不要考虑再三？这个大陆的态度很明白了。黄仁勋坦白说，他必须要向中国大陆来证明他的所有的产品都没有后门。那不是跟美国的法律就对撞了吗？以为可以赚这笔钱的好不容易说服川普可以进口，现在看起来大陆方面不买单。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俄乌战争到底有没有机会真的结束呢？3年多了，乌克兰还在战火当中。现在说要普会，就马上就要登场的15号，到底有没有机会让泽伦斯基参加？一开始怎么讲都是俄美两个人自己谈，有没有乌克兰的角色呢？昨天这个媒体报道说，有官方人员表示，哎呀，极力正在邀请。今天是副总统 Vance 正式说话了，他说呢，美国会安排泽伦斯基加入双普会，但是宣布不会再资助乌克兰了。就这个3方对话要谈这个战争如何结束，但是就是乌克兰好，你来谈，但我们要再给你钱了啊，你的武器啊自己想办法。我们希望促成和平解决，停止杀戮。那欧洲6国呢也联手施压川普，说要让乌克兰加入美俄峰会啊。那欧洲国家能不能参加呢？甚至乌克兰方面也说啊，如果没有欧洲人参加的话，也没有乌克兰人参加的话，各种的安排他们不会接受。毕竟这些欧洲国家平常都要买单的啦，这些乌克兰的所有的战火的军品啊跟支援啊，那难道他们没有资格说话吗？而川普会普京现在被说出来有开出3大停火条件。这个俄罗斯方面很具体啊，第一个要求俄乌完全停火才能领土和平谈判，第二个俄乌双方的任何领土交换都必须是互惠的，这个是美国说的，代表着乌克兰撤出部分区域的话，俄罗斯也必须从其他区域撤军。第三个，承诺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包括加入北约组织的可能性。那问题是俄罗斯就是不要嘛，尤其是普会在即，欧洲领袖都希望挺乌克兰去抵抗俄罗斯，这是过去以来的措施，但在川普的字典里不一样。和平之路没有乌克兰参加的话，那这个谈判的结果又算什么呢？川普的这样的做法啊，德国总理假定泽伦斯基出席，欧盟外交首长是说，任何协议必须要乌克兰跟欧盟的参与。那普京的暗藏剧本呢，则是另外一个版本。普京表示，甚至媒体说他根本不想停战，是《纽约时报》揭露的3大谈判剧本。第一个，跟川普达成有利的协议，美方对基辅施压来执行。好，第二个，达成协议了，就基辅拒绝，结果美国就跟乌克兰不开心啊，疏远了啊。第三个，按照现况再继续打消耗战，打到底为止。那么，因为要指望乌军的人力，先在俄国的战时经济耗竭，现在的所有的军力在乌克兰方面，真的绝对是站在弱势的一方。所以美俄的被形容叫大西要上场的时候，打手乌克兰被卖，等于这一场是一个卖乌克兰的会谈吗？尤其地点离俄罗斯很近，在阿拉斯加。那美俄峰会，俄军的攻势却没有停，继续打。那以至于俄罗斯新一轮炮击已经造成了扎波罗热这里的5个人丧生。莫斯科也警告哦，普京跟川普会议之前呢，有很多势力想要挑衅、破坏行动，各种的攻击呢，他们也会密切的去关切。那到底谁要阻止这样的会谈发生？那尤其牵动会关于台海吗？这个是共和党的议员说的。他说，美俄会谈在即，如果牵动接下来的乌克兰被卖啦，或者什么结果啦，普京如果得利太多了的话，
下一个遭殃的会是台湾。习近平整肃军队，《纽约时报》当然有很多的报道说要动摇军心，影响攻台的能力吗？尤其是最近在刚刚我们提到的几个这个官员，是不是有被整肃军力的领导的重新重整？专家分析，军队的内部有大整肃，恐怕会影响战力，削弱军队将领的信心，迫使北京对台攻击三思而行。这两则报道就是相反的哦，就一个说马上就要打了，一个就是说这个他可能内部整肃没有空打了哦，这两个报道就已经相反，都是西方的报道。但接下来93大阅兵马上倒数计时了，要展现秀军力的这一个晚上，8月9号夜间到10号凌晨，天安门大概预计会有2.2万人参加，也要展现他的这个军力秀肌肉。亮哥，这个大概会分2阶段来谈啊。不过我觉得川普下了很大的决心啊，不然他没有必要把普京邀请到阿拉斯加了。本来是传说要在阿联酋嘛那如果他是把他邀请到阿拉斯加，我觉得他就是要有一个里程碑的协议不是说一次搞定是说这个框架大概就是未来俄乌要进行的逻辑了那目前大概是这样就是有第一步跟第二步。第一步就是乌军先撤出顿涅茨克，那俄罗斯就在所有的战线都停止这个叫冻结冲突了可是俄罗斯说不能只有这样如果这样那这个叫无意义的停火嘛，那火随时又会再烧起来所以接下来就要进入实质谈判。俄罗斯要的不是停火协议，他要的是永久协议所以他条件就很硬他条件就是说那至少克里米亚那个顿巴斯就是卢甘斯克跟顿涅茨克占领区，国际要承认，国际所以就是要承认这就是俄罗斯的领土那川普就讲到领土交换领土嘛，那我觉得川普的意思大概就是说，你俄罗斯额外占的地方你要退那至于这个扎波罗热跟赫尔松怎么谈我觉得俄罗斯会有一定程度的抗拒了，因为他已经占领大概有60-70%了而且这2个地方有一些问题要处理，比如说扎波罗热有那个欧洲最大的核能电厂，俄罗斯怎么可能不要？所以一种可能性是我美国人来代管电给你们好不好这个真的就是川普的提案就美国来代管电力就分配给俄罗斯跟乌克兰那另外一个是赫尔松，因为赫尔松克里米亚的水跟电都来自赫尔松，所以我认为因为俄罗斯很重视克里米亚嘛，所以我觉得他不太可能对赫尔松的水电不在乎了那另外一个就是他要求美国，就是美国跟西方包括这个韩国日本要取消对俄罗斯的制裁，那川普就趁机说那可以解冻你的外汇3000亿美元，可是你要拿出500亿给乌克兰协助重建我认为这个对俄罗斯算小事如果那个顿巴斯领土可以得到国际承认，那是多大的利多对不对那这个当然就是乌克兰现在在担心的，所以泽连斯基是欧洲各国一个一个打电话拜托他们出来反对可是我觉得泽连斯基也受到压力，因为我刚刚看到他脸书已经改口了。改口了吗？泽连斯基改口说美国所建议的所有的停火协议我从头到尾都支持泽连斯基突然改口我认为一定是美国给他压力，威胁我认为那个威胁就是我不惜把你换掉没有错这也是当时俄罗斯要求的，那美国是有要求他下台美国是有手段的啦，你不要小看美国啦。就是泽连斯基昨天跟今天整个改口，一开始最呛，对，说我们不会接受你们美俄谈出来的条件，就突然改口，真的是不知道这场戏到底怎么演下去。但我看到美方只是态度一直很清楚，反正我就不想再出钱，1毛钱都不想再出了。对这里面最敏感的就是领土交换，就是说川普也讲的不多，他说我们会有一些领土交换，很复杂，就这样。那听说这个8号的时候，
事实上，魏科夫也是川普最亲近的他的一个亲信啊，在克林姆林宫，俄罗斯交给他一份这个停火方案。这里面刚刚就是说讲的蛮清楚的，第一个就是顿巴斯地区，乌军要全部退出来。顿巴斯有2个州，一个叫卢甘斯克，一个叫顿内茨克。卢甘斯克事实上俄罗斯是完全占领，而且呢还有多出来一点。卢甘斯克跟这个隔壁州俄罗斯也占了一点。那另外还有就是这个顿内茨克，现在俄罗斯实际掌控大概是75%，大概还有25%还是乌克兰的。这里面就包括红军城，还有这个斯拉维扬斯克这些战略据点。那现在看起来，普丁的意思就是说，那个25%的那个里面的土地这个乌克兰军队要撤走。那这个就牵涉到这个领土交换。我最近看到一个报道说，这个交换很难，因为呢，这说事实上乌克兰占领俄罗斯的领土只有10平方公里。10平方公里。对，你10平方公里换俄罗斯，那俄罗斯我也还你10平方公里，对不对？那当然就变成就是说，如果乌克兰要撤出现在在这个顿巴斯的还剩下20%的领土那他就有很多地方可以跟俄罗斯谈了。那要谈哪里呢？就是谈这个扎波罗热跟赫尔松。对，那所以呢，这个部分就是领土交换。我想关键就在这里。那泽伦斯基事实上是本来是没有份的，所以人家说这是新一代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雅尔达密约。所以呢，现在让他参与的话，他搞不好他会把这个事情怎么讲呢？他反而妥协的空间会比较大。不过这个是21世纪雅尔达密约。现在反川普的是说是慕尼黑会议慕尼黑会议，反正就是你自己的土地被别人来决定是你的还是别人的。如果是我们的话，就谈说我们保密协定不能告诉你，泽连斯基要参加。现在美国为了要川普希望他的这个磋商，他的谈判能够完成能够有一个划时代的历史意义所以他的做法就是把相关的当事方的声音把它消除掉，这叫做消除杂音。所以你看，乌克兰在东欧，所以欧洲是相关的当事方。欧洲这么多的国家他们不能够参与，都整个欧盟的27个国家被摒除在外，他们给了好多钱对，给了很多钱，给了很多武器欧盟被排除在外，英国被排除在外，所以欧洲的相关国家都被排除在外，这第一个。第二个，乌克兰被排除在外。那目前又有声音说，或许未来他可能可以参加，但是我个人的推断是，说不定这个参加是更坏的事情，就是被迫去签字的。那如果只是被迫去签字、买单、认证，那他就是一个叛国贼了，典型的叛国贼了。那他怎么去面对于欧盟的那些人？他怎么面对于乌克兰的其他的人还有美国有个民调非常特殊，就在于川普宣布跟普丁要见面之前，突然间有个民调公布做出来了，说这个乌克兰的70%以上的人，他们都主张那个停火休战，甚至领土部分的让渡也是可以接受的，好像都在营造一股氛围。好，那这个都是很有意思这些所有的做法都很有意思。盖洛普的民调，对不对？盖洛普的这个，而且这时机点挑得非常的好那你看，然后到最后我们来看看，那俄国的条件是什么？而且俄国的条件是始终如一，从未改变。第一个，我占有的土地就是我的然后底线是克里米亚半岛国际承认，那主要指的就是欧洲、美国、乌克兰要承认，永远是我的了。这个在历史上争议比较少，因为它本来就是俄罗斯的，对，他是在赫鲁雪夫是乌克兰人当苏维埃的总书记，他才把这块土地划给这个乌克兰，但是当时的乌克兰也是苏维埃的一个成员，所以看起来是领土管辖权不一样而已嘛，就好像澎湖把它划给嘉义去管理好了，那就变成，然后假设有一天突然间嘉义独立了。现在台独不是很喜欢搞独立吗？
那嘉义独立了，他就说澎湖是嘉义的，澎湖说岂有此理，我怎么会是你的？我是台北的，然后就变成吵起来了嘛。好，这是题外话。好。观众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浅秋。首先介绍这一节加入我们讨论国际以及国内大白话的来宾，第一位是前驻纽西兰大使谢文吉大使。浅秋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郭正亮亮哥随时待会儿加入我们哦。待会儿3点钟，当然随时行政院刚刚临时发布要召开一个关税有关的记者会，大家也要掌握一下，到底行政院能不能给国人一个全面的讯息不要再只是片段的谎言了哦。那从8月开始，民党政府面对的，尤其是赖清德本人来讲，一连串的包括灾情、罢免跟关税，那在罢免就跟土石流一样的，直接被 KO， 但是关税来了也说了不清不楚，还跟大家讲说28是暂时是正面的讯息，就搞了半天是20+N。待会儿行政院可以帮他做出什么比较正面的解释吗？我不知道，但是大家觉得一个感受就是这样子哦。灾情来的时候每天只有大罢免，那大家都在淹水，屋顶没了，拿塑胶布盖，叫大家自己排，只有大罢免大成功，没有比大罢免更重要的事了。民进党是这样说的，但现在关税炸锅，很多的企业现在是不是有可能倒闭潮？有可能中小企业撑不下去，到底要怎么因应？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确实看到总统每天看灾，灾情已经过了1个月了总统去送水啊，抹头发，刚刚画面我们都看了大家在问20+N呢，我们关税怎么样啊？总统，他说没空，因为要看灾，不能回答。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当总统现在感觉快要变成民进党的黑历史，这是怎么说的？也不是只有这样的PPT 的讨论啊，其实在曹先生嘴里也是这样说的曹先生也是觉得总统出来讲话重点不到他的想要的目标甚至 PPT 这样说。老实说，我现在真的看不懂他在干嘛。这几天民进党党内大乱斗，蓝白甚至也没做什么了民进党就已经从侧翼、关税、性平每个战场都自爆。感觉赖清德快要变成民进党的黑历史吗？还是控制不住内部连最基本的性平价值，这些人一路扶持上来的，不管王义川或沈伯洋，这些人才代表了民进党价值吗？当然，台风又要来了，赖清德总统面对的这个各种的灾情跟状况很多，而在杨柳台风的最新路径一看大家很担心，因为呢登陆地点一变再变，本来是往南、往北、往南，那现在一直往南的偏移，尤其是往花东这里要登陆的话，那到时候穿新台过来。台风虽然过中央山脉会好一点，但是呢，在台南这里的灾情，屋顶还没修好，讯号恢复了没？电线杆恢复了没？不知道，所以更是让大家担心，是不是还蛮严峻的这样的台风穿过来的姿态？那 PPT 上讨论是说又要去南部，为什么又说又？当然不能在台风这件事上对灾民。有这个幸灾乐祸的言论，但是当初幸灾乐祸是谁说的呢？是苏贞昌当时行政院长的时候是说，不是都说提供备案很公平有做代志的被淹水就不会淹水有做事情的话就不会淹水吗？那台南淹成什么样子？而赖清德现在只在乎罢免嘛，因为他还是要请全党之力下去823罢免所以罢团一直发奇招，很多是叫做苦肉计嘛，像包括看到了党内人士。所表示的说，现在去路边站这个什么站捷运站口路口已经不够了，还要家户拜访，要去按你家门铃吗？徒步扫街这些必要的地方参与活动，争取更多的支持。哇！站在路边，大家就已经觉得很扰民了，你还去按大家的门铃吗？不可思议！甚至还有罢团在受访用哭的，他说非常的悲情，因为这些罢团站出来说，你们不知道大家懂的人都很焦虑，为什么还有一堆人很麻木，不知道大罢免失败到底有多严重？到底有多严重呢？它会比灾情严重比我们的接下来面临的关税严重。我们不知道到底政府要做什么，最新关税谈判卡关卡在哪里？川普发了文等等的。我们先来看《华盛顿邮报》最新的说法，分析是认为独家取得贸易文件，告诉大家说，美国政府计划敦促台湾这些国家要大幅的增加军费，扩大军事购买的规模。那么美国官员也直接向亚洲中东、非洲国家施压。要求包括了战略港口跟电信的监控网络去中化
从其中呢，美国官员今年5月还对路透社表示，预期未来4年对台军售规模要超过川普1.0的记录，大概会新台币5466亿元的天价。那大家在喊的是，哇，天哪，我们的到底还有多少没有开放的？还有不知道农产品啊，什么各方面的免关税多少不知道，网友只能喊说门户洞开，还要割地赔款，回到慈禧了吗？被课重税还要花钱买他的军武，台湾把自己的路走死了，只能纳贡吗？那甚至大家形容叫做神隐大队，有赖清德，现在在看灾不明白，没有行程又不行。那去行程就是到了灾区，然后不给问，然后再来郭志辉、卓荣泰。那待会儿卓荣泰是不是不神隐会出来开记者会？我们期待。但华邮说关税谈判涉及台湾军购，美国国务院是不予评论的。但是呢，台美关税的说惊天巨变啊，大家在各种的分析底下认为要编多少预算呢？恐怕这个军购特别预算就要飙到9000亿元了。这样的天价，台湾还有多少在背后的各种的这个配套的措施需要配合美国还不知道。亮哥。我听说待会下午开3点钟就待会儿。听说是郑丽君嘛？哦，现在已经开始了，听说是郑丽君，对，是。那不知道他等一下讲到重点可以插进来了啊。这个目前只有讲还在磋商啊，还在努力，还没有告一段落。我跟你讲啊，我刚刚也得到一些讯息了，就是说有人说今天就有一个中经院的，他就说。韩国也是叠加预算啊，我觉得真的不要这样骗了。韩国叠加预算没错，可是韩国2012年就跟美国签 FTA， 它到2023各种原有税率已经几乎都降到0了。所以你说没有错，它是对等关税加 N 啊，可是它的 N 几乎是0啊。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不要用这种糊弄的语言来讲话了，这太糟糕了啦。比如说。美国跟以色列跟英国为什么也几乎是0？同样的逻辑嘛，所以我是觉得，坦白讲，这个问题真的蛮严重的啦。因为我知道我们有很多传产啊，它的利润率没有超过5%本来你落后韩国5%就已经够严重了，你现在比如说工具机还要加4.7%，模具要加3.5%。就是很麻烦的事情嘛，那李赖清德这个时候，我记得当年艾克法啊，基本上大体已经知道了之后，那个时候办了16场同业的公听会，请问我们政府有搞这个吗？现在同业工会都不知道怎么办呢？即使你跟人家讲说啊，这个本来就要加上原有税率，好了，就算你是真的，那怎么办嘛？你告诉我怎么办？我跟你讲啊，光是工具机、五金扣件、水五金，还有模具啊，我只讲这4个产业，超过6000家。我还没有讲别的啊。所以我觉得这种啊，真是这个怎么还在搞救灾呢？现在是新的台风又要来了，不是吗？听说13号。1个月前的灾情，现在变成挡箭牌吗？现在的救灾已经可以请部长去处理了啦。李赖清德现在真的要做的，就是要开始经济部拿出对策，让各个同业工会知道他怎么办啊。比如说，他这个特别预算本来纾困只有800多亿，够吗？你恐怕要这样想问题啊。有人讲那个失业的冲击啊。昨天有人跟我讲说4万2，经济部估算4万2，郭志辉的估算你相信啊？怎么可能4万2？我刚刚跟你讲那4个产业就有6000家，什么4万2？我觉得现在台湾的问题就在于啊，人家都不知道这个政府在干什么了。就是说我们以前也碰过很多的挑战啊 ，WTO 挑战也够大吧？现在大家都觉得怎么好像比当年的各种挑战都要严峻？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因为你觉得这个政府完全没进入状况嘛，就是这样嘛，那第一天还要来忽悠你，吴思瑶做代表说，
唯一没有叠加关税的只有欧盟。你讲这种话有什么意义呢？那日本后来也要到了，后来我去查，英国、以色列啊，还有比照欧盟的，还有包括欧洲的土耳其啊、挪威，然后我们再去问韩国，韩国跟台湾一样是叠加关税，可是人家叠加的大部分是零啊，你怎么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忽悠大家嘛？现在要的答案就是我就是这个处境了，请问怎么办？你告诉我嘛，怎么办嘛？比如说工具机，你就是24.7啦，请问怎么办？你告诉我嘛。那韩国是15嘛，请问怎么办嘛？人家现在需要的是这个啊，对不对？这种问题我们怎么回答？这种问题当然就是政府才有能量嘛。我坦白说了，如果是沈荣津现在在当行政院副院长或者是经济部长，我认为都会比现在的称职的多。因为沈荣津是工业局长出身的，他一定会有很多业者的情报啦。哪里像你现在做成这样？郭志辉你是懂个鬼啊！行政院秘书长龚明鑫那也是学者嘛，是你并没有现在这样工业局这样的一个能力，所以我觉得现在真的是糟透了啦。好，刚刚现在记者会持续在进行的是郑丽君，他是我们谈判代表，他谈了什么呢？他说20%并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那我们目标是什么呢？目前都还在谈。那现在所有的这个项目里面，后续谈判希望越快越好，能够降低产业的压力。然后呢，我们已经实施啦，那产业已经20+N 了呀。其中我们看到这个名单里，记者会里面蛮厉害的哈，就是没有行政院长卓荣泰，刚刚讲的神隐团队还是没有，也没有经济部长啊，有谁？有行政院秘书长龚明鑫发言人，然后经贸谈判代表杨珍妮，然后呢，经济部次长何进昌，然后劳动部次长啊，都是次长。那原本的这个部长都到哪去？他们不能参加吗？经济部长再度的神隐了。而郑丽君现在所谈的大部分都是说，我们还在谈，还在努力，还没有结束。但其实美国已经开始实施啦。你要谈到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被搬回议程呢？大使，这个是未知数，所以呢，画一个大饼，就跟他就是会画大饼啊。到时候丑媳妇一见公婆，都比让大家更失望。我们本来说再笨你也要死守住15%，你不要让台湾的这些传产通通垮光，那结果他没守住啊。对你我其实我现在觉得你今天你对美投资还有对美采购啊，这个有弹性，可是你这个15%关税你应该做什么？做你谈判的底线。你今天赖清德就应该跟郑丽君讲，你15%没守住，你就丢官了，那他就要想尽办法守住那15%。对，结果你看15%搞到20%，我们产业界已经安红遍野了。结果又来一个然后还要再加上你的叠加关税。刚刚那个我们郭委员讲得非常清楚啊，韩国跟美国是有这个自由贸易协定，大部分的工业产品进美国本来都是0%了，零关税了。那本来我们要跟美国谈关税的话，就一定要比照日本、韩国的待遇。因为我们就跟其他国家比也没有意义啊，我们的基本上的我们外销到美国市场的品项跟这些韩国、日本是高度重叠的。那现在这样子一弄的话，那我们传产就全倒了。那这个政府你说你的辅导措施或怎么样啊，我想都已经杯水车薪了，这已经造成伤害了，没有错。你现在还要想把15%拉回，你要给它凹回来的话，也没有错。你有什么方法？你现在前一阵子不是他们自己一个学者说，你现在如果说要凹回来，关税凹回来，那你就变成什么？你其他项目要做更大的更大的对美国的贡献，那你的投资要增加，你的采购要增加，可能你新台币还要继续再继续升值都说不定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谈判啊，你让郑丽君这种文化部长边谈边学啊，这是拿台湾经济开玩笑嘛？你用那个郭志辉这样子完全在状况外的，连记者会他坐不上桌的经济部长，那你不是拿台湾经济，你让拿台湾经济去撞墙郭志辉在你会比较放心吗？我好像也蛮难。没有啊，他就是没有办法上桌啊，他完全没有办法上桌啊。那你这个关键角色的人，
你完全再不能发挥作用。他稍有保证啊，一定比日韩谈得好。他就是一张嘴啊。是。那你知道郭智辉上来以后，经济部有3个次长直接提前退休，你知道为什么？他官威太大了。他官威太大了，他训人啊，好像啊，别人都是什么，都是他的幼稚园学生一样。结果这3个都是真正有专长的。结果呢，真正能打仗的将领全部先被他怎么样赶走了，然后剩他一个人外行，现在领着千军万马也没有用啊。所以不应该搞得这么差的，搞得这么差就是人祸，哎，不是天灾，现在变成人祸了。那这些郑丽君以下的这些人要好好把他们检讨一下，换一批人吧，不要让他们在这边啊。在那边讲他们自己都搞不懂的事情了。因为主要是大家在问总统府为什么不发言，行政院为什么不发言，卓荣泰为什么不见了，经济部长呢？那大家都在问说，你只是告诉我们4月份经贸办发了一个记者会的说明，新闻稿就说早就告诉你了。所以我想今天记者会是因为来自于大家联民党内那么多人的愤怒，但记者会开到目前为止，我刚刚看不到任何具体的内容啦。很多媒体上面写的只说郑丽君表示这20发跟那个赖清德新闻稿一样就是不是终点。我们还在努力，还在谈，我想尽办法让大家的冲击更小一点。那我还是看不出来，冲击已经正在。人家现在怎么接待？对啊，现在进行是正在发生呢。只要是坏消息啊，赖清德就不见了，卓荣泰也不见了啊，就底下人出来挡啊。目前的情况是，民进党政府要告诉台湾的业者，还有台湾的这些业者的员工，还有他的家属，还有广大的台湾的民众，就是你要台湾的企业倒，还是不要他倒？你如果要他倒，你就什么都不用做，他自然就会倒。那如果你不要他倒的话，你要告诉他们，政府可以帮你们做什么。那你要告诉他们，政府可以帮你们做什么？你要先做一件事，就是你们需要政府帮你做什么，然后政府能不能做得到？不然的话，他要不就倒，要不就是离开台湾，搬到他觉得能够活下去、生存的一个地方。这个就是未来很有可能台湾的产业，要不就是空洞了，要不就是喊倒了。然后社会问题就更大了。那现在的情况是，关税已经开始实施了嘛？关税开始实施了，你讲的没有错啊。那厂商该不该接单？我们现在看的几个状况是这样子：韩国跟日本，因为如果大家都是15%，那我们最大的竞争对手韩国、日本、欧洲，我们的市场是美国，那美国是我们的市场，它15%，大家都一样的话。我们就没有什么好怕的，啊，你调高了15%的关税，既然大家都一样，大家都来拼嘛。可是问题是，如果不一样，假设欧洲是最好，然后韩国是次好，日本是再次好，然后台湾是最差，那我们还有什么办法来竞争？更何况韩国跟日本都有加入 RCEP 10+5，台湾也还没有那换言之，也就是说，你民进党。你要告诉台湾的企业厂商，你可以为我们的厂商，你还可以找到什么样的市场吗？东盟的市场你没有韩国、日本的优势，欧洲市场你没有优势，你要我们的企业往哪里走？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不要躲了，赖清德不要再躲了，卓荣泰不要再躲了，都站出来面对台湾的民众嘛。结果郑丽君到底说了什么呢？很多谈了，大家念了很多资料，可是我看到网友很多人讨论都是说，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因为谈判过程无法揭露太多内容，担心会影响谈判结果。我们已经开始实行的这个结果嘛。休息一下，马上回来。